娘子要去哪儿啊？静和的故事好听，连她自己都觉得动人。可惜刚演到蝎子，娘子的故事还没讲呢。你去见王才女，根本不是因为欣赏她的才华，与她惺惺相惜。佩叶，你也算是讨回了公道。公道不是我讨的，又有哪个人是真的讨到了公道？清白之人无辜丧命，顶罪之人自责而亡。我翻得出真相，却找不到公道。所以这也是县主计划好的，与我被困一夜，传出谣言，引为贤妃现身。太史丞高估我了，我早说过了，不会拖累你的。娘子，你看，晦气！圣上先请躲避。来人呐！快救韦贤妃！丽妃娘子是中毒致死。有人投毒？这是太医署制的药丸，会在糯米纸上点上红印。这个应是私制的。10日前，太医署的裴玉曾去给丽妃娘子号脉，是位女医工。裴玉，听县主的。不对，是人参。如果丽妃真是因为这药丸中毒而死，恐怕只有这一种可能。宫中突发时际，速令各宫严加防范。县主，叶庭宫的内侍丞不见了。我同你一起去。凶手将内侍丞尸体藏在角落，又故布疑阵，假作内侍丞外出的假象，怎么会忽略鞋子的破绽？人是我杀的，是我杀的，是我杀的，是我杀的。裴公，别睡了，快起来熬药。这小皇子也染上病了。看来害我家之人，连萧太傅都忌惮，整个朝廷能让你忌惮之人屈指可数。我一个一个找，总会找到的。但在我找到之前，就要委屈萧太傅先认下我这个心腹了。就算我拼上这条老命，也不会答应赐婚的。大不了我支持归田，带着怀瑾回老家去，也断不会让你进门。你就是天煞孤星！你真当这些话能伤到我吗？你敢踏出这个门，就再也别想回来！儿子愿等父亲回心转意。怎么了？肿了，不碍事。先上点药吧。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你刚才推门进来，真是威武不凡。县主谬赞了。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？就是刚刚。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？听到了。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，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没什么。昨夜之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负责。太史丞无需放心上。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，但我在乎。本就是我拉你查案，才遭人陷害，怎么能再拖累你？这不是拖累，
是我萧怀景高攀县主。无论县主有何计划，这都是我的承诺。但若县主另有安排，我也会配合。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，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景，是又如何？内斯伯回信了，查这些真费了他不少功夫呢。这个是金陵的雨花石，这个是蓬莱海岸特有的洛克，这个是阳关的沙砾，这个是连州的钟乳石，还有这个一碰就碎的干叶子，是沙洲特有的一种树，叫鬼拍手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来自天南海北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。也不知道王才女为什么会看着他们又哭又笑的，因为她想要去看广阔山河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。王才女香囊中发现的那枚药丸，太史丞去验证过了吗？的确是碧溪丹，但与常见的成分略有不同。王才女怀孕的时候被人投毒，难道碧溪丹也是凶手给她的？不，凶手能将毒药混进王才女的安胎药中，又何须用碧溪丹杀人？太麻烦。这粒碧溪丹被缝在王才女的香囊内侧，或者是她自己准备的。她想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。难道是王才女与信王私会有了身孕，于是想假死出宫和信王远走高飞？该去会会信王了。又慈悲又歹毒，不愧是老大想出来的审讯法子。还不是萧兄逼的，又不让我用刑，又得让他招供。放开我！走吧，去审审这位蝴蝶郎君。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干什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蝴蝶从灵宫殿的气窗飞进去，蝴蝶被尸体的腐液所吸引，在尸体上盘旋，事先粘在蝴蝶翅膀上的火石粉落在尸体上，今夜闷热，棺材内充满腐气，火石粉遇热即燃，而木爆花和棺木都属易燃之物，火势骤起，尸体也被焚毁。那些蝴蝶就是你从气窗放进去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什么也没干。你们这是诬陷、栽赃，想用这些恶心的蚊虫酷刑逼供，我是不会认的。虚张声势，没什么被审讯的经验吧？蝴蝶不好找，好不容易给你引来这些飞蛾，你却说恶心。能把你带回来，自然不会冤枉你。陵园墓地一身火石粉，你生怕留下火石粉的痕迹，手上的早豆味5步开外都闻得到。我就是爱干净，恰好洗了手，你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冤枉我呀！好啊，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今日为何给人替班？我今天本来是要去抓些药，昨天就没答应跟梁微山换班，可医生一早出了城，我就想着替他能多拿份钱，就还是来了。找你们问话，又为何不去？我到了之后，直接去把前几排墓碑挨个擦个遍，擦了得有1刻，没听到要问话呀。词背的倒是挺熟，但说出来太生硬了。告诉你一个我最近新学的审讯技巧：县主问你今日为何给人替班，正常人会说今日恰好无事来替班，多拿份钱。县主再问，叫你问话为何不去，正常人会说在干活没听见。心里没鬼的人，问什么便答什么，再细问才会详细说原因。人家只问你一句，你便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你还说你心里没有鬼？我跟太史丞学这些，下次再做亏心事被抓，记得别犯蠢。空口无凭。快去追！
是谁？谁要杀我？那只能问你了，是谁要杀你？是个女的，穿黑衣服，她给了我一盒蝴蝶，说有人要来看王才女的尸体，就把蝴蝶放进去。那蝴蝶太难养了，死了一大半了。你们要是再晚来几天，我也就没蝴蝶可以放。来人还有什么特征？极深的很，兜帽遮脸，手都用袍子遮着。真没看到。什么都没看到，你就敢接着差事？我哪知道他要放火烧尸啊！我以为就是放蝴蝶，便可得1贯钱啊。县主，没抓到。没抓到，宫中有刺客，怎么会抓不到啊？该问的话都问完了，把人放了吧。哎，别放我，别放我！我现在出去就死定了。把我关起来，我还有要交代的。你交代的这些都不足以治罪，我只能放人。我有物证要提供。那个养蝴蝶的盒子看起来很贵重，那人本来让我事成之后烧掉，我没舍得，就藏在灵宫殿外的回廊下。去找。是。这下可以把我关起来了吧？你提供证据有功，更要放人了。不要啊！救命啊！老大，我这箭射的不比顾司职差吧？还不错，有进步。那你刚才踢的那脚解不解气？还行吧。王才女真的有孕啦！太史城为何会在此处？与他无关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县主可认识？太史陈怕喜，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竟然死了。血还未干，凶手没有作案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所用游靴。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。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，说原定后加音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司职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陈竟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
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丞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，他是谁？这媳妇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有火药味，当心！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从这些造血印看来，此人具有6指之躯，但有一些只有残印，无法确认这些脚印是否同属一人。明日去一趟右相府，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。佩仪，阿娘，阿燕，阿燕，你到底还是进来了。真正的卷宗在哪儿？从来就只有这一份卷宗。15年前上元夜，端王因接连征战，精神不济，后加之苦救急已久，导致狂性大发，屠杀全府，后自枪谢罪。当日，端王独女李佩仪因病留宿宫中，幸免于难。就因为我失去了那天的记忆，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。事实如此，何必骗你呢？你那日发烧留宿宫中，昏迷3天3夜，等你醒来，悲剧已经发生。你不记得
那也正常。圣上本来不想将此事告诉你，后来你一直追问，圣上终究是不忍心。哎，这些话10几年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因为阿爷不会狂性大发，更不会杀了阿娘。有些事情你不愿意相信，不代表它就不会发生。裴爷，这个案子已有结论，与其执着于过去的真相，还不如打起精神，找到杀害公主的凶手。留着吗？见到县主，我又想起了曼殊。老夫失态了，失态了。要想与我便不必客套了，我坐这里也方便。好，淑妃娘娘可还好？曼殊枉死，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担心娘子伤怀。娘子自是很伤心。一夜之间，2位贵女丧命，圣上震怒，淑妃伤身，老夫也是心痛不安。县主和太史丞对曼殊之事如此上心，老夫是感激惶恐啊。到了用膳的时间了，简单一餐，请2位慢用。若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饭后可以在府内找人来盘问。太史丞，请看，昨夜戌时，九娘离宫后直接回到了府中，中间未作停留。回府后，可曾外出？崔九娘昨夜戌时回到相府，却于严守方被害。严守方与相府相隔甚远，若九娘未乘马车外出，那便是被人从相府掳走，带去严守方的。右相府守卫森严，断不可能有人强掳深闺娘子。昨夜九娘坐了谁的车？老实交代，否则每人50鞭。是我送九娘去的延寿坊。入延寿坊之后，九娘便让我把马车停到一处宅院外，便下了马车。之后便让我径直回去。那小院中，可还有什么其他人？漆黑一片，应当是无人。这一路上，尤其在延寿坊中，可见到一个独行的男子，身高6尺，身材魁梧。并未见过。九娘上马车时，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啊，黄色襦裙，外加一件花色皮袄。可带了包袱啊？未带。这些丫头笨嘴拙舌的，怕说不明白。县主有什么话问老奴便是。你的意思是，县主听不懂他们说话，还得你帮他？老奴不敢。昨日是你伺候九娘的。是。近来她可与什么人交恶，或是有私情？回县主，下人不能妄议主家是非，否则会被赶出相府的。这是查案，
不是议论是非。县主，小奴真的不能说。不能说，那就是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好，各位姐妹起来吧。去请嬷嬷进来吧，告诉她，姑娘们都说得很清楚。是。求官娘子开恩，求官娘子开恩。奴婢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也真的什么都没有说。若是被赶出相府，奴婢就只能去西市影子药家那种地方做帮狗，那奴婢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求娘子开恩，求官娘子开恩。查到了，是宅子原本属于本地一富户分出去的数字，这数字短命，宅子就空了，没人敢住。后来易主给了一个胡商，我们好不容易查到那个胡商，又说已将宅子租赁给了一个叫郭华的将士了。可找到郭华了？没，但是，我把契约从胡商那里拿来了。你们就没要完引子吗？等你呢。你人真好，娘子，给我来碗引子。好嘞。右相府的姊妹让我来寻你。崔九娘上伤了，娘子坐吧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凶杀。老天有眼，真是罪有应得。我叫丽娘，我这张脸便是拜他所赐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。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，这次多亏太史丞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丞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丞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还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丞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丞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十五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以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
凶手能找到严守方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淑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我去找婉顺的侍女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，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丞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狂言，妄议县主父母，是以下犯上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看来端王府的事，太史丞也知道。15年前，端王府惨案震惊朝野，彼时我虽入太史区修学，却也有所耳闻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你个小疯子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把我打死了，没人给你送终。你这么作践你自己，还想逃场吗？死老头，我还中着毒呢。你放心吧，吃了我的药，死不了。哎，这些我拿去补身体了。嘿，你呀，你是运气好，躲过了那盘菜。幸亏我不吃鱼。县主不吃鱼？嗯，请我吃饭别点切块。这些是公主常用的丝帕和物件，县主看看，可还有什么线索？这是唯一一条穿过道正坊的水渠，我们从北向南找。走了这么久也不见花，更没有小孩和娘子。哎，1文钱2文钱，买的针来买的线，买了花布做鞋面。哎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这会不会就是娄臭说的？敲锣打鼓做喜悦，叮叮当当，好多小孩子拎着小篮子跑过来找我要洗钱。那鲜花和娘子们呢？如果他说的喜悦并非喜悦，那么花或许也不是花。哎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拿着吧。这就是各种颜色的花。这么看，莲花灯果真如真花一样。鲜花也有了。娄臭最后路过的是卖货郎，之前是灯笼铺。我们接着往前走。这就是娄臭以为有人在议论他的地方吧？许多小娘子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都在暗中议论。娄臭所说的水渠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是脂粉的味道。不对，这条巷子太小，附近又没有大宅，谁家的娘子会用这么多脂粉？除非这附近有酒楼妓馆。怎么是这里？寒光巷，娄彻在杀死胡达的附近遇到了韩笑。根据胡达马夫的说法，胡达每次离开的时间大概是在半个时辰之内。若要及时赶回玲珑居，又不被马夫察觉，他所能去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内。这栋楼就在这个范围内。但先前已经有内卫来查问过，这些酒楼住宅都说没有接待过胡达。去看看。
娘子郎君，请问有何贵干？请问这绣红楼是卖丝绸还是绣品？是绣楼，不过二位不常来到正坊吧？怎么说？我们只供货给商家，个人的生意是不错的。难怪会用这样奢侈的金银香，多靠客人的帮衬。供货给商户得需要不少绣娘吧？7、8个，也不算多。这好的绣娘是万里挑一，以一当十。韩笑做的怎么样？韩笑是谁？你不认得他？未曾听说。前几日韩光相死了人，你可知道？郎君可别说了，怪瘆人的。认识啊？不认得。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富丽的绣楼，娘子可方便带我们四处看看？这绣楼虽说是敞开门做生意，但也算是一座私宅，只做熟客。不过这么半天，怎么也没有见到一个绣娘。前2日刚忙完一个大活儿，都在休息。绣娘都住在楼里？是。还真是安静。都是些年轻姑娘，出去玩去了。2位请留步。干嘛呢？惊扰客人。没事儿。多半是老鼠。县长，为县长点香。开始吧。此宅颇大，烦请县长务必巨细无遗，为老夫扫除邪祟，千万别有所遗漏啊！放心吧。2位，请。脚心脚下。东四。南2。北7。再兜圈子。脚心脚下。房间里东西多，2位当心。赤赤洋洋，日出东方，不赐灵符，菩扫不祥。县长，可有异啊？
口吐山脉之火，伏飞门射之光，提怪变天，逢力士，破温用碎，吃金刚，降服妖魔，化为吉祥。童子，为何不跟着仙长啊？再笑我弄死你！仙长，此处似有邪祟。邪祟已除。仙长，那我们去往下一处吧。二位，可以摘下遮布了。仙长，请笑纳。我与孙公结缘，不为图财，不必破费。仙长高风亮节，反倒令我诚惶诚恐，心中不安呢。既如此，可否向孙公讨12枚铜钱，以作慰藉？好，好。别灰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从不安慰人，罗绰已经没救了，你却安慰了他。星神消失了，顺着轨迹还能找到，可是人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还要查吗？当然要查。含笑桃枝已经被他们害死了，或许还有别的已经死去的女子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如果连我都不查下去，还能有谁为他们讨公道？那我便陪你查下去。卢建莲认定，只要什么都不说，就只会落个侠妓或者强奸的罪名。但含笑是长期受他虐待而死，一旦沾上人命，他定会交代些什么来保命。我有办法。我也想到了一个法子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指认卢振莲。我阿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香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振莲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查案大过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消磨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县主可曾见过流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
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四指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？我不怕麻烦，因为心性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长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好像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大理卿的贴身之物，圣赏御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当然是找证物了。这可是我放掉杨氏郎家那池毒水后，在池底意外发现的。这一瓶毒，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，与池中之毒有90%相似，入水冲淡后，便有10%相似了。这样的小药瓶，我在你府上藏了5、6瓶。别急，等内业局来搜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藏在哪儿了。现在缺的是人证，娘子自是不会认的。你家车夫也早跑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杨氏郎家的门房那晚见到你了，他可以作证。他撒谎，他是撒谎，可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你最擅长毁尸灭迹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无中生有。你能信口雌黄，我也能颠倒是非。承蒙你们这些前辈的教诲，我又学会了不少断案的新法子。既然你喜欢玩，我一定陪你玩到底。我死也不会让你如愿。你最好说话算话，但别以为可以一死了之。你敢自枪，我一样会把这故事做实，让你吴家灭门，断子绝孙。反正我无父无母，天煞孤星，不怕活着，更不怕死。